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降息的时候到了，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宣布首轮降息。他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造成通胀压力。鲍威尔的讲话与他2022年的讲话类似，当时他直接评估了经济前景和加息的必要性。下面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有足够空间调整政策，投资者预计今年美联储将降息4次，市场已完全消化到2024年底4次降息 0.25% 的预期。鲍威尔未像其他美联储官员那样在谈及降息时使用逐步一词，表明美联储没有排除大举降息的可能性。市场认为9月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升至 34.5%。接下来，美联储官员可能很快开始降息，以防止持续下降的职位空缺转化为失业率上升。研究表明，当劳动力市场宽松时，决策者可以继续将供应冲击视为对基础通胀影响较小。但如果供应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紧张相结合，就会产生美国刚刚经历的持续通胀激增。美联储的目标是既保持低通胀，又最大限度的就业，而这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状况。接下来，2名举报人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了信息，帮助调查，将获得总计9800万美元。信息触发了 SEC 执法和另一机构采取行动。第一位举报人获得8200万美元，第二位举报人获得1600万美元。接下来这条，美联储费城主席哈克表示，美联储将从25个基点的降息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如果劳动力市场突然恶化，他将支持更大降幅。下一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即将发表讲话。市场事件不断，美国劳工统计局错误发布就业数据，导致市场混乱。市场人士批评政府数据发布系统落后，对数据泄露和不公平交易表示担忧。接下来这条，赛百味推出6.99美元的长条三明治优惠，与其他快餐店争夺平价市场。该优惠仅通过其应用程序或网站提供，截止日期为9月8日。下一条，苹果公司计划于9月10日举行年度最大新品发布会，届时将发布最新的 iPhone、手表和 AirPods。新 iPhone 16定于9月20日发售。苹果还将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工具套件，可穿戴设备也将迎来重大更新。Apple Watch Series 10将更轻薄，搭载更大屏幕。AirPods 产品线也将更新，提供中端和低端版本。终端版本首次提供降噪功能。下一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表示，现在是开始降息的时候了。此番言论表明美联储对通胀的打击力度，以及市场认为经济不再需要紧缩政策的普遍看法。受此消息提振，标普500指数上涨约 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涨，上涨约 1.5%。 让我们关注星巴克新任 CEO 布莱恩·尼科尔因合同中的优厚待遇而备受争议，允许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海滩的家中远程办公，并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西雅图的总部。尽管星巴克澄清他每周仍需在总部办公至少3天，但公众对他的通勤方式及其与公司可持续发展承诺之间的矛盾表示批评。接下来，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9月或11月降息绝对有戏，初始降息25个基点可能是最恰当的向前方式。下面这条，下周美国股市涨势面临重要考验。芯片巨头英伟达财报公布，英伟达是人工智能领域黄金标准，其股价今年以来上涨 150%， 占标普500指数年内涨幅的1/4。财报和指引将影响市场情绪，9月份历史上有波动。下面这条，伊朗黑客团伙尝试攻击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此前，该团伙曾攻击过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Meta 发现该黑客网络冒充微软和谷歌等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并在相关人员报告可疑 WhatsApp 消息后，将其与特朗普竞选活动报告的黑客事件联系起来。接下来这条，美联储计划的降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一致，后者强调控制通胀，
但现在认为风险已转向劳动力市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通胀降至仅高于美联储 2% 目标的半点，且失业率上升，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最初的降息幅度甚至可能大于通常的 0.5个百分点。最后一条，训练大型 AI 模型成本高昂，不仅需要大量算力，还需要大量标记数据。数据标记成本高涨，涉及劳动成本和使用专家标记高技术性数据。数据标记成本可能占 AI 预算的 80%， 并且需要持续重新标记以保持数据最新。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